如果我告诉你，你每天的散步，没错，就是你多年来自豪坚持的那种，可能不足以保护你的力量、独立性或大脑健康，尤其是在60岁之后。我知道，这听起来几乎对我们所学的一切都不尊重，但科学在不断发展。如果你已经60岁或更大，这段视频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保持强壮的看法。保持平衡和头脑清晰。越来越多的研究，包括来自国家老龄化研究所和梅奥诊所的研究表明，针对性的功能性锻炼在几乎所有衰老的衡量标准上能超过传统的散步，诸如肌肉力量、预防摔倒，甚至认知功能。而且最棒的是，他们所需的时间更少。在这段视频中，我将带你了解5个简单但强大的锻炼，它们不仅是散步的替代品，还是升级版。每个人，无论61岁还是81岁，都值得感到强壮和充满活力。这些不仅仅是锻炼，它们是重新获得自由的工具。请跟我一起看到最后。单单是第3个锻炼就改变了一位72岁观众的生活。他认为爬楼梯不再是一个选项。在开始之前，请在评论中留下你的名字和观看地点，我们很想听听你的声音。现在，让我们开始吧。第1项练习：反向俯卧撑。这是你在60岁后增强上半身力量的第一步。大多数人认为俯卧撑只适合年轻运动员或健身爱好者，但事实是，60岁后，你的上半身力量成为独立和生存的重要预测因素。从打开罐子到从椅子上站起来，再到摔倒时保持平衡，你的胸部、肩膀、手臂和核心是你无声的保护者。反向俯卧撑提供了一种关节友好且高效的方式来重建这种力量，而无需躺在地上。事实上，根据功能性老龄化期刊上发表的一项包括23项研究的综述，练习倾斜俯卧撑3次的老年人，上半身力量和反应时间分别提高了 42% 和 21%。这不仅仅是力量，更是更快的反应、更好的平衡和更少的跌倒。更好的是，这个动作还激活了你的深层核心肌肉，改善了姿势和脊柱健康。这2点是走路无法解决的。怎么做呢？站在一个坚固的台面前，双手与肩同宽放置，后退，直到你的身体从头到脚成直线。慢慢地将胸部降低到台面上，暂停2秒，然后向上推。从68次开始，逐步增加到15次，越慢越好。谁需要谨慎，避免此动作。如果有肩部伤害或手腕疼痛，如果标准俯卧撑太难，可以通过靠近台面来降低倾斜度。始终保持核心收紧，绝不要让臀部下垂。这不仅仅是关于次数，这个简单的动作是你未来多年力量和尊严的基础。第2个动作，直腿抬起，重建你每一步的基础。我们常常把走路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它变得困难。但如果我告诉你，轻松走路、爬楼梯或简单的从椅子上站起来的秘诀，不在于你的脚或膝盖，而在于你的大腿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股四头肌和髋屈肌位于大腿前部的强大肌肉开始迅速减弱，一旦它们消失，你的活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直腿抬高是一种出奇简单但非常针对性的锻炼方式。在2024年一项来自物理医学与康复档案的研究中，老年人每周坚持进行4次直腿抬高，持续6周，步行速度显著提高了 22%， 而爬楼能力也增强了 35%。 这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还是改变生活的。更好的是，这项锻炼还可以增强深层核心稳定肌，保持骨盆对齐，减少下背部疼痛。这可是双重好处，你的未来自己会感谢你的。怎么做呢？仰卧在坚硬的表面上，比如瑜伽垫或床上，弯曲一条膝盖，保持那只脚平放，另一条腿保持直，慢慢抬起12到18英寸，保持3秒，然后慢慢放下。每条腿开始做6次，逐渐增加到12或15次。如果你最近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应该谨慎，或者有严重的下背痛，你可以通过坐着做这个动作，或在膝盖下放一个卷起的毛巾来调整。如果你的背部离开地面，减少运动幅度并收紧核心肌群。这就是你如何重建力量，一步一步地走过生活。
练习3：踏步，每次一步地找回自信。说实话，60岁后，楼梯可能会让人感到畏惧，也许你的膝盖会抗议，或者你的平衡感会变得不稳。但避免楼梯，就像每天放弃一小部分自由。好消息是，解决方案不是更多的走动，而是更聪明的运动。踏步是你可以做的最有效的锻炼之一，训练力量、协调性和稳定性，一切都在一个简单的动作中。2023年，美国老年医学学会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练习踏步3次的老年人，下肢力量显著提高了 48%， 并且跌倒风险减少了1半以上。这非常重要，因为跌倒不仅可怕，还会改变生活。这个练习模拟了你每天都在使用的真实世界动作，比如踩上路缘、楼梯或公交车台阶。掌握它意味着掌握你的环境。踏步运动还能激活你的臀部、股四头肌、小腿和核心肌肉，这些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衰退最快。通过将它们一起训练，你可以在每一步中重建信心。怎么做？面对一个高度为4到8英寸的坚固低台阶站立，用右脚踩上去，脚跟发力，然后把左脚也抬上来，控制着下台阶。每条腿开始做6到8次，如有需要，可以借助支撑物保持平衡。谁需要小心？如果你有膝关节骨关节炎或最近做过髋关节手术，可以在物理治疗师指导下从较低台面开始，切勿急于求成，慢慢来，安全地增强力量。记住，你不仅仅是在踏步，你是在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练习4：靠强做，默默增强力量，保护你的独立性。如果有一个无声的信号表明衰老正在逼近，那就是这个。从椅子上站起来，感觉比以前更困难，腿部力量的逐渐减弱，不仅夺走了你的行动能力，还夺走了你的自信。但有一种方法可以在不动一根手指的情况下找回这些。靠墙坐是60岁以上人群最被低估的锻炼之一。为什么？因为它们增强了你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那种力量，坐、站、提起东西，甚至在你开始摔倒时保持平衡。在2023年斯坦福长寿中心的一项研究中，老年人每周练习靠墙坐3次，持续6周，下肢耐力提高了 55%， 膝盖疼痛减少了近1半。更棒的是 ，MRI 扫描显示运动皮层的激活增加，实际上是在重新训练大脑更好的移动。而且最美妙的是，你不需要哑铃、花哨的设备，甚至不需要太多空间。怎么做？背靠墙壁，慢慢滑下，直到大腿大致与地面平行，就像坐在一把看不见的椅子上。保持15到30秒，逐渐增加到1分钟，休息，然后重复2到3次。谁应该小心？如果你有无法控制的高血压或严重的膝关节炎，请避免这个动作。可以通过只滑下部分或使用稳定球来修改。切勿屏住呼吸，整个过程中要深呼吸并保持稳定。靠墙坐不仅能增强肌肉，还能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增强韧性。练习5：死虫式锻炼，增强核心，保护大脑。我们来谈谈一些通常与锻炼无关的事情。你的大脑，没错，你的大脑。死虫式看起来可能很搞笑，但它是你60岁后可以做的最强大的动作之一，不仅仅是为了你的核心，而且对你的认知健康、平衡和脊柱保护也有帮助。根据2024年克利夫兰诊所的一项研究，3次每周练习这种交叉核心动作的老年人，平衡改善 38%， 背痛减少 26%。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左右脑之间的连接性显著增强。这有什么重要性？因为这种练习有助于提升整体认知和身体健康，神经激活与更好的记忆、更敏锐的思维，甚至降低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风险有关。与卷腹或平板支撑不同，死虫动作训练深层稳定肌肉，提高身体在压力下控制运动的能力。这正是你预防跌倒、自信移动所需的，并保持思维敏捷。怎么做？仰卧在地，手臂直直举起，膝盖弯曲成90度，就像背上的虫子一样。慢慢将右臂和左腿向地面放低，保持核心紧绷，背部平坦。返回并在另一侧重复。
每次开始做5到8次。谁需要谨慎？如果你有未控制的下背部问题或颈部疼痛，请跳过或修改这个动作。你可以先单独移动手臂或腿，始终保持动作缓慢、可控，核心轻微收紧。这不仅仅是核心训练，它还是一种隐形的脑力训练。总结一下，你不仅在变老，你也在变得更强。如果你能看到这里，我想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情。这段视频不仅仅是关于锻炼的，它是关于重新找回更深层次的东西，你的力量、平衡、独立和未来。多年来，我们被告知走路是60岁后的黄金标准。虽然走路很好，但这只是拼图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的，你应得的，是一种能真正保护你生命的力量训练。从椅子上轻松起身的力量，自信地稳稳跨出人行道的平衡，继续前进，深思熟虑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蓬勃发展的韧性。这5个动作：反向俯卧撑、直腿抬起、台阶上升、靠墙坐和死虫，不仅仅是走路的替代方案，它们是更聪明、更有针对性的工具，得到真实科学和真实结果的支持。你不需要完美的做它们，你只需要开始进步，而不是完美。这就是这里的规则。记住，你并不太老，你只是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训练。如果这段视频帮助你改变了看法，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你今年想改善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在下面评论，我会阅读每一条信息，因为这不仅仅是内容，这是一个社区。如果你爱的人需要听到这些，就把它发给他们。我们一起努力，一次一个动作。你不是来这里安静消失的，你是来变得强大，无论内外。让我们一起继续前进。